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大约1年前，苹果公司股价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一时风头无两，被美国媒体吹捧为科技界无可争议的王者。但1年过后，当汽车、AI、手机等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时，再度审视苹果的处境，会发现这家科技巨头正被诸多挑战围困，往日的光环似乎在日渐暗淡。根据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数据，2024年前6周 ，iPhone 销量大幅下滑达24%，而在苹果最新一期财报中 ，iPhone 贡献了约60%的收入。显然，维持 iPhone 的增长将成为苹果的关键挑战。在分析师看来，降价将给苹果带来回旋余地。农历春节前，苹果便一反常态开启降价。进入3月后 ，iPhone 15系列再度降价，在电商平台的降价幅度更是超过15%。对于一家科技公司而言，靠降价刺激销量显然不是上策，但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尤其是有购机需求的小伙伴来说，降价自然是喜闻乐见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是选购 iPhone 15，还是继续再等一等，选购 iPhone 16呢？不吹不黑 ，Jeffrey 今天给大家整理一波升级点。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iPhone 16的外观设计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尤其是标准版的背部镜头模组可能会回归 iPhone X 时代的竖排跑道形态双摄设计。另外 ，iPhone 16似乎对操作和捕获按钮进行了微调，操作按钮更小，类似于 iPhone 15 Pro 的按钮。Capture 按钮可能采用压力感应技术，并与 iPhone 16机身平齐，这可能意味着苹果已放弃电容式操作按钮的设计。尺寸方面，据多个消息源显示 ，iPhone 16 Pro 的显示屏将从6.1英寸增至6.3英寸。而 iPhone 16 Pro Max 则从6.7英寸扩大到惊人的6.9英寸。随着显示屏尺寸的增大 ，iPhone 16的机身也会稍微凸起，比 iPhone 15 Pro 更高更宽，但厚度不变，重量也会有所增加。在显示技术上 ，iPhone 16系列可能会采用 OLED 面板的微透镜技术，提升亮度和降低功耗。不过，让大家失望的是 ，iPhone 16标准版似乎仍会使用与 iPhone 15系列相同的60赫兹显示屏。而 iPhone 17可能才会首次在基础机型上采用具有 Promotion 和常亮功能的 LTPO OLED 显示屏，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还要再等待1年才能看到 iPhone 彻底淘汰60赫兹显示屏。此外 ，iPhone 16还将引入新的触觉按钮技术，这原计划在 iPhone 15 Pro 上使用，但因技术问题推迟到了2024年。这种技术会用于所有 iPhone 16机型的操作按钮以及新的电容式捕获按钮。据 MacRumors 报告，新的 Capture 按钮将模拟高端相机功能，能检测不同级别的压力，模拟2步快门按钮，同时它还可以录制视频，通过滑动添加放大缩小功能，甚至轻按聚焦，这些功能都显示了苹果对 iPhone 摄影的重视。在音频方面 ，iPhone 16系列将升级麦克风，信噪比更高，让 Siri 更准确地理解用户请求，这在 iOS 18引入更多生成式 AI 功能时尤为重要。颜色方面，有些密者称 iPhone 16 Pro 可能会推出沙漠钛和钛灰色2种新颜色，其中沙漠钛类似 iPhone 14 Pro 的旧金色，而钛灰色则与2014年 iPhone 6的太空灰相似。iPhone 16标准版预计会搭载 A17 芯片，但不同于 iPhone 15 Pro 系列的 A17 Pro 芯片，为了控制成本，苹果可能会采用成本更低的工艺制造 A17 芯片。分析师 Jeff Pu 预测，苹果会改变策略，直接采用 A18 和 A18 Pro 作为新芯片命名，这意味着所有 iPhone 16机型都会搭载 A18 芯片的某种版本，而 A17 则成为上一代芯片。iPhone 15曾因过热问题受到关注，但好消息是，苹果已研发出新型散热设计，基本款 iPhone 16可能会采用石墨烯热系统，而 iPhone 16 Pro 则可能配备金属电池外壳。相较于当前 iPhone 使用的铜散热器，石墨烯的导热性能更佳。尽管有传闻称苹果在研发自家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但这不会在2024年实现。预计 iPhone 16 Pro 将采用高通的骁龙 X75 调制解调器，以提供更快、更高效的 5G 连接，而基本款 iPhone 16则会继续使用 iPhone 15中的高通 X70 芯片。此外 ，iPhone 16还可能支持高速 WiFi 7技术，速度至少可达30GB 每秒，最高可达40GB 每秒。目前 iPhone 16后摄像头模组采用垂直双摄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而 iPhone 16 Pro 则继续搭载3镜头相机系统。在相机升级方面 ，iPhone 16 Pro 版预计会有大动作，新的 48MP 超广角镜头相比 iPhone 12 Pro 的 15MP 有巨大提升，能生成更详细的图像，特别是在暗光环境下。iPhone 16 Pro Max 还可能采用改进的8片式混合镜头设计，
结合玻璃和塑料元件，用于 48MP 主摄像头、长焦和超广角镜头。对于那些喜欢较小尺寸的 iPhone Pro 机型的人来说，今年可能有个惊喜。有传言称将加入5倍光学变焦4棱镜相机。TrendForce 极帮咨询的一份新闻稿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在较小的 iPhone 16 Pro 中加入5倍光学变焦镜头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能轻松使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部大手机来获得最佳相机体验。同时，随着 iPhone 16 Pro 的尺寸可能从 6.1 英寸增加到 6.3 英寸，这为增加4棱镜长焦镜头提供了更多空间。iPhone 16 Pro 的电池寿命可能会更好，据传其采用了堆叠电池技术，这种技术能带来更高的容量和更长的使用寿命，并有望支持更快的40瓦有线快充和20瓦 MagSafe 充电技术。苹果在充电速度方面长期落后于竞争对手，若 iPhone 16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将是一大进步。据马进度透露， iPhone 16系列电池将迎来全面变革，除 iPhone 16 Plus 外，其他3款的电池容量将比前代更大。此外，Pro Max 机型将不再使用 L 型电池设计，而是回归与 iPhone 16和16 Plus 相同的矩形形状。另外一个明显的提升是 iPhone 16标准版都将升级为 8GB 内存。从 iPhone 14系列开始，苹果全系标配 6GB 内存，到了 iPhone 15系列，标准版仍然是 6GB 内存， Pro 版则升级为 8GB。此次升级之后，这也标志着 iPhone 将全系告别 6GB 内存时代。总的来说， iPhone 16的变化不少，但由于内存有了升级，上市初期的入手门槛势必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对于预算不是那么充裕的朋友，打算考虑标准版的小伙伴来说，现在入手 iPhone 15反而是更加划算的选择。毕竟和上市时相比，入手门槛有了大幅下跌。而且就体验的角度出发， iPhone 15的参数可能不如 iPhone 16，但是 A16 芯片配合 iOS 系统，流畅再战5年基本没啥问题。它搭载的那块 6.1 英寸的 OLED 直屏，画质表现依旧给力，实现了2000 nit 峰值亮度，并实现了点对点渲染。它的后置4800万像素 AI 双摄，拍照能力符合高端机水准，视频录制能力也算得上是行业标杆，对大部分用户用多几年都不会过时。而且就功能的角度出发， iPhone 15身上的 Face ID 功能、IP68 防水、无线充电、USB-C 接口，大概率也会在 iPhone 16身上得到延续。至于 AI 方面，目前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噱头，一种营销的需要，还不如 IP68 防水和耐摔的超瓷镜面板玻璃来的实在，所以选购 iPhone 15其实是不吃亏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是你会选择近期降价的 iPhone 15入手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